感觉得出来，就是现在的整个趋势都是在这种外面打巡回赛这样的一个氛围，对不对？对哦，所以说我想这也是个很棒。第一个，台湾一定要有一战啊，让我们自己的选手有机会，不管是舞台，不管是积分，那再来就是这个学习，另外也要有更多的机会，也要出去。对啊，去跟人家有更多的一些磨练，就对了。对，可以看一下不同的球风。嗯，好，那今年其实感觉出来了，当然奥运刚结束啊，那这次来参赛的国家当中啊，在女子的部分，哇，澳洲还是在亚洲来讲，还是有它相当的水准，而且它的平均身材各方面来讲都已经到一个条件以上了。对，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算蛮大的训练营，然后透过固定的一个训练模式，其实他们走的球风都越来越像，越来越像，越来越像，而且也很清楚的可以感觉到，就是说，第一个，我每次看澳洲的球队都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他打篮球就可以选那个又高又壮，啊，就打架。对。可他打排球又可以选这种高，可是又变作瘦，那体型上来讲就变得也没有什么负担，所以代表这种人种跟他们能够选材的这个条件其实还蛮全面的哦。真的真的。好，我们在今天首先要来看的是，先要来看的是一场这个铜牌战哦。那在泰国这边是传烂跟瓦拉纳。好，再来在澳洲部分是 Phillips 跟这个 Archen。在这两队当中，今年当然刚刚提到了，他们在整个世界的积分上来讲，其实两边差不多。不过，整体打下来啊。当然，其实澳洲有3个队伍打进到最后的4强，这也是给其他国家一个还蛮大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提醒。没事哦，你大概看他怕扁啊，要不然全部都看到只有澳洲人了。真的，而且澳洲下一届亚运是澳洲也会加入，对，所以说那个威胁性跟那个挑战性，对我们中华队来讲就是更大，对不对？好，比赛正式开始。哇，这个球包的没有那么准，不过角度是不错哦。对，好球。其实看了这个沙排跟室内的表现，就真的发觉就是那个真的是出手的那个瞬间的那个反应哦，真的是变得是更加的重要哦。对。想要吊这球，硬是被压了下来。这球传烂的整个篮网的一个跟球跟得相当的准啊。这有的时候你看啊，像比如说第1天、第2天、第3天这样下来，比如说你每一天会不会给你自己，因为你这次也是教练嘛，给他们不同的一些提醒跟不同的一些这种在现场的观察，给他们一些分享这样。会，因为其实欧美球队跟亚洲球队其实还有就是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欧洲像澳洲他们的身材比较好，那像泰国他的虚攻球会比较扎实，所以2个球风不一样的时候，在热身的调整也会不一样啊。所以有时候你面对的对手不一样，可能你自己的判断跟第一时间的反应就要及时做修正哦。对。1比2。哇，这球硬要往最深的落点来送啊！不过这球出界啊。不在今年的整个这个沙排的一个比赛，当然以往都在这个澎湖啦，那今年来到了这个桃园，这个地方其实跟纯海边打就有点不太一样哈。对，但是这边其实场地的设施都非常好，然后而且又有风，觉得就是还蛮考验选手的控制能力跟适应能力。对，而且讲实在话，有的时候这换边之后的顺风跟逆风，其实那个其实从发球开始就真的截然不同的感受哦。真的。2比3。哇，这球看看救回来没问题。想要用搓的这球可惜了，还是稍微偏了一点点。不过刚刚乃涵也提到，毕竟身材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泰国在整个出手的模式上，把这个球包的让他打一个抛物线的这个弹道来的是更加的需要精准一些。对。哇，这球硬是飞出去，还是把球给救回来，好球。再补。好球。哎呦，2个人真的是合作无间啊！再来，第3波。靠网了。哇，讲实在话，这种靠网球，亚洲人就比较吃亏了哦。对，而且风也是往右边吹，所以那个球被带到网上。是，这个球就直接是掉到了几乎要往澳洲的这个场区走啊。
有的时候我们在烈日下看到澳洲这些年轻的这个选手，看不太出来年龄了。可是早上，比如说住饭店的时候，早上吃早餐会哇，每个都好年轻。对，他们这批澳洲队有的还才20岁不到，对。好，这球还是一样，哇，往侧边又被救回来。好，不断的虚攻啊，不断的吊球，是。当然，我们在以往的经验可能看到说，啊，整个人高啊，到底这个机动性够不够？可是从这个沙排看得出来，是每个人的那个机动第一步都出得去哦。对。发长。哦，这球顶住，好球。好球！哇，聪明哎啊！看那个动作，我以为他要抖直线。对，很冷静。对。哇，在第一时间 Chalan 的整个出手看起来是要走直线的长线，突然间往侧边抹。这种推扣的动作，真的包球包得很扎实哦。对。哦，又是掉了下来。严格上讲起来，现在泰国这边算是逆风了啊。对。6-4。还有，好球，好球！哇，这个球就很有默契了。这球给的比较平，节奏比较快一些。对，因为攻击者在往前，所以不需要给太高。而且这个节奏的变化也真的让人高手长的澳洲是有那么一点点措手不及啊。这一下来，这几波的操作分数有点让泰国稍微给拉开，现在是澳洲喊了一个暂停。不打沙排真的就一切靠自己了哈，所以说金马马西有2个人自己的。像通常来讲，像这种暂停的时候，像你在场上，你会跟你的队友分享什么？其实我会比较少讲话，因为应该是自己，或者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会比较少讲话，因为可能是哪一个环节或节奏太快。如果是搭档的话，就会互相提醒说我们把节奏放慢，然后先把自己的第一波就是接发球的攻击做好，对。很好玩啊！这个打沙排既是队友，也是队长，也是教练，对，身兼数职哦。好，这一波的整个攻势，泰国队的什么攻守转换的一个频率跟把握度相当的高啊。没错。所以说一下下形成了一个7-4。那现在澳洲的暂停过后，继续要由泰国来发球。瓦瓦纳的发球。防守的位置没问题。哦，这球稍微2只手在出去的那个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 balance 啊。对。哇，这个慢动高速的这个摄影机啊，看得更清楚哦。5-7。Philip 的发球啊，这球没有拉起来。球没抛好。这沙排跟室内不太一样，室内的发球有8秒，沙排是5秒钟。对。3分差。哇，这个没有包到球，可惜了。这个自己的一个攻击上的一个失误哦。对。泰国拦网的时间 timing 也抓得很好。而且这几天看泰国这2位选手，这种打球的气势特别好哈。对。好，乔人要继续来发，现在是9-5。哇，这球飘过头，这边要换成顺风了哦。这有的时候我们这看顺风逆风，有的时候也不是光我们自己说，看飞机往哪边降就知道。如果说我们看到降是从左到右，代表这个风势；那如果说是变作起飞，代表风向又变。对。好，这就戳一个，可惜了，骗是骗过了，可惜偏了。闪太多了呀。好，接连让
澳洲追了这2分回来，7比9。还是一样走直线压线，好球。这也是我们看到，就是当然你在整个防守上来讲，当然拦网拦直线顾斜线，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是那看对方的动作，那个第一步看你能不能飞得出去哈。对。10比7。放软。好球哦！哇，对球的那个敏锐度哦，那这球跟上去之后，硬是把这个球给顶过去哦，改变出手的时间。11比7，没接好。好球！这球有压线。哇，到目前为止，整个这个第一局在整个稳定性方面，从接球、发球一直到攻击的节奏，泰国展现的真的是比较顺手，也比较稳定一些哈。对他们毕竟早上他们的发球想要强压，但失误太多，所以可能经由调整，下午有状况比较好。呀。好，确定这个球是压线啊。那刚刚第一裁判也是再下来确认一下整个落点。哇，分数拉成了5分差，12比7。哇，一直都接不好哎，哦。对。拦到这球来不及，哇，真的是让人高手长的 Philip 在整个网前成功的拦网。不过在澳洲现在攻势打不顺，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接球接不好了哦。对。8比12。好球！好球！所以乃涵现在除了就是带队之外，你自己现在也有还在做一些啊。我们待会再来聊啊。现在是一个技术暂停，13比8。好，我们在8月26号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在大园来看这个沙滩排球亚洲的一个公开赛。那现在进入到了是季军战，2个队伍分别来自澳洲跟泰国。那这是第一局，那泰国的1队跟澳洲的3队，赢的就能够获得第3名。第3名的奖金有1500块美金，第4名是1000。好，进入到了技术暂停过后，13比8。还是接哇，这球顶的是恰到好处，刚好在网上的优势是澳洲队人高。阿全的发球，放慢节奏。好，泰国啊，这球澳洲的机会也是忙中出错啊！哇，真的第一局真的失误太多了哈。对。其实这颗球现在因为已经换了这颗新球，它的材质面比较滑，所以我自己在顶的时候也很容易这样子滑掉。还有好球救到，哇，又出界，哇，这真的是像刚乃涵提到，经过了上午的那场比赛之后，泰国在下午的这场铜牌战，发球的针对性其实是执行的很彻底哦。对。掌控度也比较好。
又接过头了，哇，这接不好球，不管室内跟整个沙滩都一样哦。其实澳洲会有一个就是一个战略，就是战术他们会喜欢第一个接之后就给高的打，是。可是因为可能真的太贴网，呀，打一个突破哦。哇，分数拉成16-9了哦。好，这澳洲拿下第10分。Philip 的发球，又是放短，一样哦。你看整个后面的防守还是往直线的这个站位来守啊，不过这球也是放一个斜线的一个短球。对，因为篮网可能拦斜，所以防守就会屈直。看这一球的处理。哦，这球又是压线。外侧。对，哇，对球的那个掌握度真的很高哎哦。整个跟早上跟下午都不一样。这个有些时候真的是判若两队啊。会这样哈，有的时候就是你上午的时候觉得哪边可以，到了下午的时候，哎，就觉得特别的顺，真的会这样吗？有一些队伍，有些球员会。是。好，再来这里有一点点没接好。哇，这个第一局最多的问题就是真的接球真的是完全有点近乎崩盘啊。对。哇，所以说你看这样的球，就算他有身材的优势，其实也没什么用哦。真的没有办法把他的身高展现出来。呀，19-10了。好，这球差一点点球出界。11-19。哇，这个发球的角度很刁钻呢，好球。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了啊，这个发球的加压其实还是很重要啊。对。还是放短这球，哎呀，可惜了，没办法。可惜。2个飞身的扑救，这球还是没能够顶回来啊。哇，这不知道是阿全是不是手稍微扭了一下啊？哇，又没接好。哇，第一局最大的问题真的是在整个接球上的状态。21-12，泰国的组合在第一局先拿下。第一局比赛结束，泰国队。好的，这场铜牌战，这第一局打的有点让我们突然间觉得，哎，奶茶加贼哈。这个昨天、今天每一天上午、下午，好像感觉到大家的生理时钟都还在调整过程当中。澳洲的组合第一局跟上午其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落差。真的。好，看看第二局的一个情况。哦，这球发的相当的长哦，这球发的漂亮。
好球。几乎是发到了一个极限，也不敢放啊，也让乔兰的整个接球直接接喷了，连拿2分，澳洲。哦，拦到了，抓到了 ，Philip 真的把这个拦网的 timing 掌握住。哎，第2局感觉上有醒喽，对，感觉在拦网抓的时机点相当好啊。哇，再1分呐！现在锁定就是发给乔兰呐。哇，现在整个一上来就先声夺人呐，那整个态势又跟第1局完全翻盘。对，发球外侧真的你要跟着移动，才能将球挡起，不然其实如果只有单靠手的话，其实都很容易就喷走。这一切的根本还是在脚步要到位了哦。对。连拿了4分之后，泰国喊暂停。那第1局啊，泰国仅仅给澳洲拿12分，没想到这个第2局上来，澳洲的发球的整个锁定策略，这已经是先是连拿4分。这打沙排真的是也辛苦了，也很有成就感了哦。对，因为毕竟每个选手他的所要具备都比较全面。哎，乃涵转打沙排多久？2007年开始，就是2008年开始打这样。哇哦！我印象最深就是那一次，应该是2020年的，2018年的亚运，好可惜，对不对？对。啊，算了，不要提这个了。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现场，4比0，哦，这就还是顶住了，再抓一个，哎呀，不过。尽管没抓到，可是感觉上那个气有点不太一样哦。对。好，这分直接有一点往侧面走啊，那也让泰国队终于在第2局开张，1比4。接球，哇，接球还是接，哇，球运好啊！真的。拦网的选手没有注意到。对，没有注意到这个球刚好在网带上之后，最后翻了过来啊。这个球有点发在2个人的中央啊，中间。啊，这个想要压也是菲利普的发球发生了失误。好，现在5比2，双方换边。真的要很敏锐啊，一下顺风，一下逆风啊。那站位的部分来讲，对方的针对性你要怎么去化解？尤其是发球的抛球，在顺风的时候可能就要往后抛一点，才不会被吹走。2比5。好赛呀，这个直线还是稍微打长了。阿全的整个扣杀的出界啊，3比5。欧拉纳的发球，直接来了突破，守得漂亮，哇，拦网真的有补哎，啊，漂亮。只要他有跟到，其实就能造成对方的威胁。这个就比较像是澳洲应该有的队形了哦，他一定要有把他的这种拦网的这个优势给展现出来哦。没错。6比3。哇，这就也是啊，要往这个最深的落点来送球出界。有时候那个局势的转变还蛮快的哈。对啊，有时候落后个3分，可是一下子就追回来了。哇，这就想要放一个短的，可惜呀，晃是晃过了，可是球没有能够打进，有点犹豫呀，想这了哈，想不要改变方向，8比3。好，一样还是走直线啊，还是走直线。虽然
澳洲拦网这个人高，但是我觉得早上的澳洲一队的拦网比较扎实。跟球跟的比较漂亮啊，对不是只是跳上去摆在那边而已啊。哇，这球真的是重锤。这有时候拦网真的是一个感觉，对不对啊？你要怎么去熟悉对方的那个可能的动作，甚至说你要去做一个陷阱。对，解读预判，都要很明确。9比4。好，这球烫起来有。哦，这球被刷了一个2次连击。当这个澳洲的攻击力比较展现的时候，那当然对泰国而言，在防守上的压力就大很多了。对。哇，这个第2局的情况跟第1局完全是翻过来了。10比4。哇，现在是顺风，顺风的时候，大顺风。翻过来，这球刚好是贴网。泰国队再1分。哇，这球预判得很好。还有这球还有哎，再来啊！没办法了。哇，这一球双方的整个防守都很黏哦。对，移动速度与判断也都很快。好，这分还是让澳洲队给拿下。现在在第2局11比6，两边的分差5分。他主要的发球都还是发给乔兰为主啊，乔兰的接球还是这个风险性比较高一点。对，今天的接发球他有一点比较不稳定。哇，又是想要转直线，踢到了大铁板。对。哇，澳洲在第2局真的是把他们拦网的优势充分的展现哦。哇，这球真的是直上直下。13比6。哇，又喷了。哇，这是打沙排，其实就跟室内一样，一旦被锁定就很麻烦哦。对，只能靠选手赶快自己去做调整，跟冷静应对。放短，救起来，漂亮！还有，节奏快，再来吗？哎呀，可惜！哇，不过这个摆明讲，澳洲的阵型在变的同时，你看到这个泰国的组合也是马上节奏加速哦。对，改变出手的时间。好，进入暂停，我们待会回来。好，我们现在在大园所进行的是2024年的亚洲沙篮排球这个台中银行杯的一个公开赛。那现在铜牌战在女子组的部分，澳洲跟泰国。那第1局呢，泰国的乔兰跟奥拉姆纳是21比12拿下。
第二局现在领先的是澳洲的组合 Phillips 跟Archer， 现在是7比14。好，这个救的有，这个网口又是被拦，可惜。球意识是对的啦，对不过这个球上去还是稍微慢了那么一点点啊。而且是防守者上去拦。8比14。直线好球，死角。以用高度去打这个球加速。15比8。往后顶也是聪明。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些就是这个沙排的选手，那个手指头有没有像这个像爪子一样那个动作，有没有很明显？有时候2个，有时候3个，对，金刚爪一样，对。哇，这球又有点过头了啊！接球还是接球哦，这球有这个球的整个相对的位置啊，相对的位置我们来看看，接球过头，有一点过网。对，有一点这种球的这个圆柱体到底是在网子的正中央还是偏哪一边呢？啊？对。好，是跟一才确认一下之后。10比15。好，没问题啊。打点拉得够高了啊，打这个长线，对方其实又在拦网上没有办法拦得到的话，那后排根本是没办法守啊。对。16比10。短球。还有。再给一个直线，好球，也在界内。球，这个球其实已经有点举开网了，他还是能在空中撑住去打。哇，这个没有包到哦。其实真的是打排球，不管室内室外，那个瞬间的那个爆发力起来的速度都很重要。像这个球稍微慢一点点啊，那个进攻的角度就没了哦。对，手腕包到球的速度太慢。是，18比10了。哇，又是一样接过头了。那其实讲在像这种球，除非你的队友身材很好，直接突破就直接处理掉，要不然基本上在网口上来讲，对方直接就压了哦。19比10。哦，直线转得漂亮，很准。11比19。球。啊，2个人中间。这是标准的骑马射箭啊，人高度够啊，真的是高度真的是够。好，第二局现在是20比11，也是澳洲队的局点。开网了哦，再来，好球，短球。这有时候真的，不管现在几分哦，那些基本的一个动作还是要就是每一分啊，就当是最后一分打哦。对。
12比20。哇哇， ，lucky！这个球直接掉在了线上。第二局结束一样啊，21比12，澳洲扳回一城，局数1比1。好，这场铜牌战目前打起来真的是两边的一个状态啊！这只要谁的第一波的接球一突踩，那一局就无望了。那现在第一局，泰国是21比12拿下，第二局澳洲也是同样21比12扳回。那现在进入到决战的第3局，最后这15分，澳洲先发球。长线这球界内，好球。小兰的整个控球控的是够准哦，蛮标准，他们泰国自己的那种得分模式啊、哦。对。有，顶住，再是走直线，有防备。哇，这球狠狠的扣，可惜偏掉，再丢1分呢、啊。澳洲拿下第2分，啊，对不起，泰国拿下第2分。有了，这完全是一个空档啊。对，由高点往下打。嗯。哦，压线，这个球放得太早了。瓦拉纳这球完全没有跟到最后啊，这球刚好在线上。对，几乎都是2个人中间。对，没问题啊。还有，哇，顶起来哦，往后场顶。哦，关键时刻。高的还是占一点优势哦。对，过不了。对，而且这个球又一样，第一个球又往下掉，又离网也近了，真的没有什么空间了哦。哇，在连丢2分之后，澳洲真的是在这个网口上的高度啊，那帮他们又连拿了3分回来，3比2。想要往旁边送这球偏了，摆侧。嗯。没接好。好球。这都还是一样问题啊！这个身体没有移动，只有用手啊，这种的风险性就真的高很多。对，因为室外球比较容易飘。嗯。4比3。往直线走，好球，救回来。哇，这球可惜了啊！
太可惜了。对，只想要把球给打高一点啊，因为没想到方向没抓准啊。4-4。啊！界内，界内，界内。这种犹豫的球，要是我还是会接，因为风是往右边吹，所以它的前半段可能会往外，可是最后还是会有点吹回来。嗯。哎呦，又压线啦！哇，这2个球这有点让泰国队有点吃不消啊，连续让对方的发球2个 S 啊。要赶快调整啊！真的，哇，刚好是压在线上啊。嗯。不，当然还是一个问题啦，就有这样的高度，所以那个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发球的感觉了啊。对。哇！又过头了，哇！有过跪逃，跪逃，哇！现在这3分，泰国队真的吃了闷亏啊。对，节奏有点太快了。嗯。话没讲完，这3分丢掉，现在赶紧喊暂停。哇，这真的是一个这是一个转折点哦。对。很快3分就没了。对，而且基本上第3局是打15分制的，所以说基本上已经差不多要过一半了哦。这往往在这种关键时刻啊，谁的整个接球能够接得好，那当然前提在于说，跟球还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态度了哦。对。再来就是发球没有策略的去针对到。哇，那这几个球只能够说，这个澳洲的一个针对跟整个执行力都很到位哦。嗯。做好。好，接连这3分，几乎都是发球直接得分了，2个直接是 S， 一个是对方的接球 O 吧。对。让澳洲从原本的4-4连拿3分，7-4。好，现在要继续发。阿全的发球还是很飘，又有点哦吧，还好啊，一样身体的重心顶不回来了，再1分。对，发球连拿4分。接球现在是顺风，所以可能要再多收一点。嗯。好球！直线。落点打得很准啊。欧拉纳的这个得分，好，轮到他的发球，5-8。再来，直线也是一样，没人呐、顶球，嗯。这打起来就觉得澳洲队现在就放的比较轻松一点啊，没有那么绷啊，没有那么紧绷。哎呦，哇，这个球差一点点哦，差一点点。好，这1分现在的整个状况来讲，6-9，双方差距3分。现在再换边。泰国队要把握这边的发球了。嗯。好，现在是在逆风的发球啊，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地方有所斩获。6-9。加压，哇，真的是直接重锤啊，直接是大锤。对，那这个时间点就是选择不拦网啊，不过基本上对方的锤，而且就锤2个人的中间。对，10-6。被拦到，这球界内啊，再1分呐、啊！哇，这个第2局、第3局最大的重点是，整个澳洲队的拦网真的复活了，真的时间抓得很好。是，再下1分，11-6。有压线，压线，压线。
这个救到有。好球！好球！哇，这个攻守转换的一个这个空间感不错哦。出手也很果断。对。8比11，差3分。好球，再来。啊，底下没人了，这个节奏还是让澳洲给掌握到了整个比较快的出手哦。对。这分拿到现在分数还是维持有4分的差距，12比8，而且现在又换到澳洲转到这面来，又是个逆风发球啊。还好，短球，哇，这个大斜线真的是完全被澳洲给掌握到攻势啊！再一分，13比8。这个感觉上澳洲这种打法就很系统啊，发球加压，那进攻又有这个高度的优势啊。对，高度跟移位。短球，好球！9比13。哦，这只守得漂亮，有好球，很冷静。成功的防守，而且直接这球也看准了这个直线的空档，直接突破就直接处理掉了。10比13，只差3分呢。短球来不及呀，可惜呀，在拦网下来之后，这个反身的勾球动作还是慢了一点。现在是 match point， 再1分。澳洲的组合就能够拿下这一次的国际沙排公开赛的这个铜牌第3名。好球！哇，救起来！这球前内，比赛结束啊，15比10，在最后的这一分，澳洲是一个相当漂亮的扑救。那阿全的这分也让澳洲拿下了这一届的公开赛女子的第3。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请所有的工作人员协助第1球场调整网高。我要放新进来他们用吗？这我就拿来用了。好的，我们在这场的铜牌战看到了澳洲的组合 Phillips 跟 Archer 的表现啊。那从后半段开始哦，发球的加压、拦网的一个扎实度，那攻击的一个稳定度都是充分的展现，可以看得出来了，实力真的是在了啊。对，那这场比赛其实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这个借鉴啊。其实虽然说输球的是泰国，可是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一个很系统的一个攻击模式哦。对他们泰国特有的就是手掌的包覆度，然后去打直长跟斜短，准度其实都还蛮深的，对，所以要守备其实都会比较耗体力。是，所以说等于就是说你必须还是要把一些基本对你自己的这个
队形有优势的这些技能给练到纯熟，对，然后再寻求一个突破的可能性。对。好，我们今天在这场铜牌战当中，我们也恭喜来自这个澳洲的组合 Phillips 跟 Archer 能够获得第3。那当然也谢谢在我身旁的乃涵。那乃涵在后面的这个冠军赛还会跟我们一起来看球。好，那今天我们这场球的转播工作到此告一段落。待会是男生的铜牌战，同样是澳洲打泰国。好，我们在这场球的结束之后，待会再回来，拜拜。
讲过啊，他们不是他们马来西亚那个卡沙了，我知啊，你用空罐洗啊没？哦，可以。哇，我们四个低要上去了，还有2个大学生。No， 所以跳子。我们去年上主场地的时候，然后也是在那边，我跟阿草学姐还有其他学长就在那边这样。好闷哦，真的。气很闷。说好的雨后飘走了呢？哇，你这云啊！我要学正棋。看2跟4的角度不错啊。没有，就看短的而已啊。可是看 touch 对啊，就大家都要看 touch 这样。没有，我说这样面对网子会比较。你就要这样面对性上，应该是这样。好伤脖子了。哦耶，没拿过脸球。Hit them hard, make them feel like they're playing our game. 好好，我当主。Lakers, please here. Lakers. 爬沙。哎，我都爬沙同学，爬沙，就位。我都视线了。你一定前面过比较爽。来 Jersey. 你多爽不好 Lakers. 对啊。 Yeah, thank you. Oh, you show me the video. 对啊。加油！你还有往打还有，再往下面再打一个吧。再打他们下面。Lakers, please. Pick the line. 要走了，他走了没？ 所有起来沙排的观众，大家午安。8月26号礼拜一的下午，我们在桃园的大园，在今年的2024年的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的一个桃园站，铜牌男子组的一个决赛，要看到的是泰国跟澳洲的一个较量。哇，这次其实到了决赛，我想大家都觉得，那也够这2个国家不错了。今天大家在下午看到的这整个比赛的内容啊，
男生的部分4个球队打进到最后的4强，分别是2个泰国跟2个澳洲。那也都这个有来有往了啊。铜牌战是一个澳洲一个泰国，那金牌战也是一个澳洲一个泰国。那两边各有不同的这个打法。那今天要跟红金一起来看。大家好。红金其实这一个多礼拜几乎已经变作是一个这个沙滩排球人了哈。是整个多礼拜都在这边。所以这你这样看了1个多礼拜，你发觉哇，其实大家打沙排打的还真的是蛮有那个强度的哦。对，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沙滩排球真的是一项非常辛苦的运动，真的。我光站在那边，像我的工作就是在台上，有时候可以稍微有点阴影，可以稍微躲一下。是。可是场上的选手，你光踩在那个烫的那个沙子上面，然后还要这样在上面跑啊、追啊、奔啊，然后扑啊，这样子，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很令人敬佩的一个运动项目。我每次在讲说，这个喜欢运动真的是真爱，打沙排更是，而且烈日当空啊，那又是热滚烫的沙，那基本上在场上的那个拼斗，当然更要这个给大家掌声的是裁判了哦。对，打沙排最先我还可以在底下滚，我可以休息喝个水，对不对？喊个站你不？凯蒂加尔郎是对头该不？对。连真的喘口气、喝口水的机会都没有啊，这才真的叫真爱啊！对，那这边也要特别感谢哦，这一次担任工作人员的，就是来自桃园市建国国中的男女排的选手们，还有桃园市启英高中的选手们哦，这一次也投入跟我们陪伴在这边一起1个礼拜的时间哦。所以说你看到旁边的工作人员啊，当然就比如说沙排跟这个室内不太一样，尤其比如说旁边插球的人要特别认真，对，插球要插完之后。你还要把球直接递给球员，而不是直接用抛的啊。那很多的小地方啊，这都还是跟室内会有一些不一样。好，今天的铜牌战啊 ，Ryan 跟Howard， 这是来自澳洲的组合。那另外呢，在整个泰国的部分，那 Tito 那跟Wachorari 那2位啊，其实澳洲的组合就一直都是高大对身材，可是呢，泰国的组合就是一高一矮。那我们来看这一场的铜牌战。哇！第一时间就想要把打点拉高啊，可这个球打到了秋贵啊。对，这个 Ryan 哦，在早上的比赛为什么他们最后会很可惜输给泰国？其实一度有机会可以收下比赛的胜利，但是这个澳洲组合很明显，虽然说他们的身材很高大，但是他们在攻击的处理球的细腻度上面并没有很稳定。所以第一场球赛他们打了非常多的这个界外球跟自己攻击的失误，所以导致最后的输球。那我觉得泰国组合虽然比较矮，但是我觉得他们能够打到最后的 Final Four， 绝对不是侥幸，一定有他们的这个技术水平所在。这种球第一时间想要掉啊，这被抓回来之后，第2拍的整个原地起跳的节奏，那这个整个制空权完全是在澳洲的手上。对，那这个泰国组合呢，在前几天的赛事哦，把这个也是进入到4强热门的菲律宾队，全胜的菲律宾队给打掉啊。所以有的时候就真的这样了哈，这个尽管就排名啦，就各方面来看呢，都有一个差距，可是真的打下去临场才是真正的一个关键啊。那我们透过这次的赛事，其实看得到，特别是泰国这个国家哦，在沙滩排球的进步的速度是真的非常的快。这次不仅是男生啊，男生女生都很平均哦。来个同的发球。跳吧！哇，这当然这种打球都很潇洒啦，又高空打点哦，那就看他的稳定度啊。其实这个球已经做的已经算是有一点点过头了，不过对他来讲身材够，不过先差。那澳洲队除了刚刚的高举高打之外哦，他们也很常用一个战术，就是所谓的第一颗接球之后就做第2次的攻击啊。哇，这个球没办法扑了哦。那这也是大家如果有看今年的整个这个巴黎奥运，也是这个瑞典的冠军队的一个特长啊，就已经没有再说1、2、3了，1、2就直接打掉了啊。节奏是越打越快，而且是那个活力之凶猛，而且这个不断的就是有那种假攻真传的那些动作不断的上演。哇，这个发球还是一样，一直想要加压，可是在整个拿捏的精准度来讲，还是出现比较多的失误哦。Ryan 的整个发球的失误 ，Wachorari 的发球，就是那种完全的制空权啊。对。
那泰国这边呢，虽然拦网的高度可能没办法有效的拦阻澳洲队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他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防守的站位哦，看能不能从防守上面多琢磨，制造出更多的这样的攻击机会。呀。戴克通的发球，哇，这球只能够开网了哦。这球看看还是要做强攻，好球，把握机会，被压回来，哇，没办法，没办法。这在网口上的一个整个制空权，这真的两边的差距啊，就很明显，很明显、啊。对，所以泰国队这边一定要注意哦，这个举球的那个人一定不要把球送到太靠网的位置。嗯。6-5，哇，这球还是上去，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哦。而且现在风有大一点，所以那个球是，如果就场区来看的话，是从镜头的左边往右边吹的哦。所以打沙排你要随时很清楚，我现在这个面向的场地它是顺风还是逆风？哦，那我在接球、处理球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因应？哇，这球想要转直线，还是有点转的太多了哦。对，确实哦，可能前几波遭受到澳洲队的拦网啊，可能在攻击上面可能有点不太敢打。奥乔阿维的整个攻击的失误啊，8-5，还是给他开网。好，这球机会是澳洲的。哇，真的又是一个高空作战。对。Ryan 又是一个4号，不是4号位，反正就是整个斜线的一个这个大角度的强攻，再1分了，9-5啊！我这一开始泰国有点被打闷掉了、哦。对。还在找寻哦，这个应对澳洲队攻势的一些战术啊。Ryan 要继续发。真的是高啊！真的是，哎呀，过头了。对，哇，这个球有看起来是个机会，他可以放得轻一点，可是他还是很用力的来出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澳洲队这个攻击失误的部分哦，他们打点很高哦，那所以你的打点高的话，你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入射角的角度，但是他们往往都把球打得过长。那再来就是他们手掌的包覆球的程度并没有很好。好，来一个突破没打死，还有，哇，又来了，对，又来了，哇，这种都讲真话都是机会球啊，可是都自己打失误啊。是。那我们沙滩排球其实是一项哦，这个智取的一个运动项目哦，不一定说一定要打得很大力哦，看能不能用最轻松的方式让球落地得分，然后节省自己的体能的。好，这个球包一个对角线的一个短球。这有的时候就打3篮排球更要知道，就是连拍个加碎了哈，连拍个加碎。对，你反而掉到一个完全没有人的地方落地哦，那个是最轻松的得分方式。好，这个也是直接要做一个2段的攻击，也是发生了失误啊。雷统的整个失误也送了1分给澳洲，11-7。像我们看到沙滩排球，如果对方的发球非常的弱的话，哦，这类似 chance ball 的话，很多选手都会采用这种2式进攻啊，直接把球送到网上的位置。这个球一样啊，很技巧的打一个斜线的小球。像这种角度就真的是最难守的位置哦。对。而且哦，沙滩排球还要做这个距离上面的移动哦。那之前据我了解哦，这沙滩排球选手在刚开始打沙排之前，要先学会在沙滩上面走路跑步啊。不是说一般就踩下去就开始练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对，因为你不习惯的时候，你每个步踩起来是不会稳的，而且你会有觉得好像有点不平衡，要摔倒要摔倒，而且那个沙子是实的还是虚的，你还要真的要适应。好球，好球，这球闪得漂亮啊！所以说，大家已经看到这些选手都已经好。我们先回到场上，技术暂停，待会再聊。12-9。
好的，这场男子组的铜牌战，我们连续4天，23号到26号在桃园的大园呐。那这边这4块的这个沙滩排球场啊，刚好在这次的国际赛当中啊派上用场，而且在这边打起来蛮舒服的啊。而且还可以每天都看到不一样的航空公司飞过。对对对。那基本上每一家的航空公司现在有什么机型，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充分的了解了啊。13-9，侯瓦的发球，哎呦，扑出去，还好这个扑的不够远，这球，哎，这球有 touch， 有 touch， 哇，好险后面有这个施线员在后面看哦，不然他这个是完全背向主审，应该是看不到的。真的。那现在的4强之后，我们现在场上也变成是4位的施线员呀，哦，所以他在看判决上面会更加的准确。嗯，那同时呢，我们都知道沙滩排球，因为它是有沙子会有球印的部分，所以选手如果针对裁判的判决有一些疑虑的话哦，可以跟主审比个 C 的手势，那主审就会视情况下来看整个最后的一个球印了。嗯。好，刚刚前突然放了一个短球，这个球也造成了扑救上泰国队来不及。15-10。短球，哎，你摆明预测到了，不还是扑出去慢了那么一点点啊。泰国队现在打法哦，是采用一个比较小球战术来让这个高大的澳洲队这边哦来做一些更多的位移，然后去破坏他们的防守。那如果真的勉强救起来，那他可能也是形成修正球的几率会比较高，那他们也比较好防守。短球再来，哦，这个球真的是触网。怕要寻碎，哎呦，真的是啊，忍不住哈，人总是会忍不住。这种球就是好像就是一定要定个1米、2米。对，一定要爽一下再说，不管是不是会触网。所以你看，这种球就是引诱对手这个越位陷阱一样般的存在。12-15，只差3分哦。哇，也过头。哇，哎，这球也是忙中出错。这边也送一个回礼啊。雷克东的整个霸包没吃到，16-12。所以我们真的在球场上看到，就是说，不管你再怎么凶啦，你能不能稳，这才是重点。没错。哇，看起来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霸包，可是这个球直接吃到场外去了啊。好球，好球！这个球节奏加快啊，节奏加快。哇，这球打得很漂亮哦，打了一个后方的平快球哦。那这个战术是对的哦，因为攻击手比较矮小的情况之下，要做一些快速的出手。如果让澳洲队整个跳起来延伸出来的话，那其实被拦到的几率就很高啊。好球。好，这第一时间还是选择高举高打哦。17-13。在澳洲这次来的这批选手都很年轻了哦，他从20岁以下一直到25岁左右哦。那不仅是在这儿，他们也不断的在亚洲的巡回赛当中，不断的在吸取一些经验哦。对。哇，这球真的是触到了网带，反倒形成了一个不规则啊。几乎每一天都是在亚洲各个国家来巡回，然后来赚取一些积分呢。不过蛮有意思，这次澳洲我没有看到教练的哦。对，他们都自己来。自己来哦。哇，这球压线，比一个 C， 比一个 C， 可是现在一踩被来狂，被来狂。好，球员先闪开。我们丢了啊，没错。等一下时间，然后现在发
球队请求球队。所以你看哦，在每一次的这个所谓暂停的时间呐、那整理沙子的同学会把线边的那个整个一个耙子直接带过去，让它对变平整，这样是球印会看得比较清楚。没错。好球，看这个直线这边有空档，直接就出手了。嗯，而且不管是在清理线上的一些沙子哦，那只要是暂停或局间休息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交叉式的铲沙的同学会在网袋的正下方哦，尽量把网袋下方的沙子给铲平。嗯，这个以前我不知道。这个以前这个看到这种交叉式的铲沙，这已经是一种揍头罪于我。哦呦，这个球偏了一点。一般我相信年轻人没看过这种东西。对。双方目前在第一局，现在19-16哦，只差3分啊。那现在在整个分数上的一个差距还是相当的少啊。好，泰国队继续发。哇，想要收来不及了，想要收来不及了。想放哦，又想接。呀 ，Ryan。对，但是刚刚 Ryan 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站在球场的哪一个位置哦。嗯。虽然说沙滩排球相较于室内排球的场地比较小哦，沙滩排球是8×16，但是选手还是要对于比如说接发球啊，整个场地的空间要有所适应。嗯哼。哇，这个真的没办法，又是高空作战啊。好，这边拿到现在在第一局，澳洲的组合是20-17，现在是一个局点的机会，这个打点真的是拉得相当的高哦。短球扑出来，来不及了。哦，这个攻击的动作的掩护性很高哦。嗯，感觉好像要放一个后场，最后把它放慢，这个放小力量哦，打在一个前区的位置。不急不徐，现在澳洲也喊一个暂停，目前是20-18。不过今年的整个沙排这个举办的时间刚好是在台湾的这个暑假期间，不过当然就整个国际上来讲，刚好这个时间刚好是奥运刚刚结束了啊，所以还有很多亚洲的好手还在有一点那种恢复期的那个阶段哦。那蛮多这种亚洲的强队啊，都会选择奥运之后可能会休息啊。嗯，对。不过台湾这几年这个沙排已经办的算是也有一个相当的知名度了哦，所以正常来讲，其实这个蛮多国家的好手都喜欢来台湾打球哦。对啊，私底下跟一些球队在聊天，他们其实对于这一次台湾办比赛的品质上面等等的哦，他们其实都还蛮放心，而且也很喜欢来到台湾这边比赛。嗯。18-20。哇，真的是开网照开呀！嗯，好，这第一局结束，澳洲的组合21-18拿下。
2024年的这个台中银行杯的亚洲沙排公开赛铜牌战第3名之争，现在进入到第2局啊。澳洲的3队跟泰国的2队，那第1局澳洲的3队是21-18，先拿下了第1局。那第2局，看看泰国的整个状况能不能有所提升啊？哇，这球拦到也救起来，还有直线也是扑得快。哎呀呀呀，厉害呀！这球等一下，裁判看定是出界。啊，一踩有相当，哇，还是要下来看。对。那这个挑战是泰国队提出来的啊。嗯。裁判很忙哎哦。对，这个就是沙滩排球很辛苦的地方，连裁判都很辛苦。嗯。好，这球确定是出界。啊，这球其实是好机会，可是真的打沙排，这完全不能够等，不能想哦。嗯。那个球只要稍微再躬身动作大一点，一定都维护。2-1。哇，刚刚那个泰国攻击下来有点懊恼，这个直接把球砸在地上，这个主审也稍微给他们小小的警告一下。这个罚球还是过头，不过当然了，就是最怕就有那些情绪性的动作了哦。可是我说真的，如果一个人哦在太阳底下被晒那么久，一定那个耐性也不会多好。哦，这就还有。哇，真的是卖高啊！真的是卖高啊！但是大家有发现哦，其实虽然澳洲队这个身材是完全碾压泰国队，但是分数好像都拉不太开，所以代表说，其实泰国队他们真的有在做一些不同的战术的运用，去针对这个人高马大的澳洲队啊。这球打得很聪明啊，没有硬打啊。4-2。哎呦，又慢了。所以来看这种沙滩的比赛很有意思。我们以前如果带小孩子出去，最怕全身都是沙，不要上车。对，这个没有问题，旁边就直接冲，我看大家都把它冲得全身很相当的干净哦。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你要推展这个东西，你这个腹地啦，你的整个周边的设施啦，那辅助的器材都很充裕的话，大家玩起来就很尽兴啊。这一球突然间的一个变线加速，好球。哇，真的是哦。这躺下去那种感觉，其实是整个身体都热的。3-5。哇，罚球没掌握到。而且我们有时候沙滩排球，大家看到有时候沙子颜色不一样，那是因为刚洒过水。喷水啊。那现在的规则是，选手他不能主动提出说要洒水，一定要现场的委员同意之后，然后他会实际下去把手指伸到沙子里面去摸沙的温度，然后才决定说要不要洒水。这个也是考验选手啊。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每个人的体感温度会有点不太一样。没错，没错。4-6。好，这球压线放掉，这球是 Ryan 的一个判断错误。5-6。泰国队还是把分数咬得很紧哦。是。好，拉高之后一样是打一个空无一人的落点。7-5。
哎，放长，可惜的过头了。那沙滩排球也是一项很考验这个及时反应的一项运动。那举球负责举球那个人，往往在举球之前或是举球之后，他会跟跳起来攻击的那个人讲说，那个前面的拦网已经退了，或者是他还在拦网，或者说直线斜线有空档，那攻击的人就要马上做出反应。呀。那种耳提面命很及时，可是相对而言也是你瞬间能够反应的过来。这个几个球有点想要闪啊，可是都闪的太多了，也使得命中率下降。澳洲的分数9比5。其实讲实在话，身材比较矮小，你就必须要打得更准确了。没错，你能够犯错的空间变得比较小。好，这球又打偏掉啊！这球太亏了，直线几乎都已经被拦死，还是要往直线转。那如果说要打touch的话，也没有去打准这个拦网者的手。哇，这球救得漂亮，好球！哇，这一分真的是从第一时间的扑救开始，哇，澳洲这分拿得精彩。11比5，哇，这好像气势完全把泰国给压了下去哦。而且澳洲这边继续在发球的这个环节上面继续的加压。还有。哦，这球，这个 Ryan 今天不知道几颗了，他到底是想要把球打到什么样的一个极致的状态啊？哦，这个球只要他想要定傻币都会出事，而且这个又没有人，完全没有人啊，就随便你，你想怎样就怎样啊。他可能觉得这种球胜之不武吧。是，我打进了，我丢脸，我先打界外好了。你要等一下有人上来拦我再打进。真的。12比6。哇，真的是打沙排，真的是除了技术之外，再一个就拼这个意志力了。对。你看，我已经被拉了6分，又这么热，对方又这么高，我干嘛呢？我干嘛还在这里呢？哦，这就点起来，好球。哦，这个球拦网出界。但是拦网的这个路线是判断的很准。是。好球，好球，好球！看着好像对方要放短，突然间往后场送。他一定要打一个3米的才会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有真正下场过，就对了。有这球有人拦了，他就打进了。好，14比7，双方要换边，那也是一个记录暂停。好的，在整个男子组的一个第3名的比赛，那现在澳洲跟泰国打到了第2局，现在澳洲是第2局14比7的领先。他一定要有人拦了，有人拦会他比较正常一点。Ryan 又是一个直接是直线的一个强扣。
对，而且他们现在澳洲队这边也知道，泰国队不会做太多往前的强攻哦，所以都是做一个假跳的拦网之后沉退下去，用2个人来做防守。对，又来了。哇，这个有挡偏掉。那沙滩排球对于上手击球是非常严格的哦，没有像这个室内排球一样可以用正常的上手击球的这个手势跟动作来去做防守。都是要用比较推挡的方式。哦，这球到位稍微慢了一点。啊，也是想要强扣啊！内地通的整个扣杀的失误啊！泰国队这边哦，感觉场上的那个气氛已经没有了，对，打到有点泄气。出界。不过这一队泰国队也是上午的比赛比较可惜啊，就是先赢了第1局之后，后来被逆转。哇，这个球一样啊 ，Ryan 要往后场拨，直接拨出了界啊，10比16。哇，这是好球！界内哦，对，这球界内哦，哦，是一个 S 球。呀。虽然落后哦，但是泰国队这边的球员哦还是很敢发哦，发了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跳发球的 S 球，11比16。想要再拼一个直线，可惜了。加压是正确的哦，但是自己的失误还是没办法掌握住。好，双方换边。好球，直接突破，直接处理掉。12比17。好球，奥利的发球。哇，这球没接好，直接太贴网了。13比17。澳洲队还是要注意哦，虽然是领先的一方，但是也不要出现太多的失误啊。这次如果他再用力的话，搞不好这个球又出界了。这个上面没有人拦网，看这个 Ryan 在攻击很惊险的，为了他捏一把冷汗。最后还是用指腹的部分把它顶过去哦。18比13。啊，没人了，没人了。哇，这整个发球的一个针对性跟整个角度还是蛮刁钻的哦。19比13。啊，这就被抓到，还有，哇，真的是哦，这几个防守上来讲，其实澳洲队还是相当的积极哦。对，20比13。那就来到了赛末点哦。球出界，21比13，比赛结束。在今年的整个沙排的一个第3名铜牌的，哎，这球界内。对，哦，这球界内，对，界内。所以这球，泰国还保有一些还有14比20。哦，又是一次机会，看能不能把握住。哇，这一个出手的一个失误，比赛结束。澳洲的 Ryan 跟Hoa 最后是拿下了第3名。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我们刚刚在整个男子的一个铜牌战最后21-18、21-14，澳洲的 Hobart 跟Ryan 是赢得了第3名。那这次整个澳洲的团队，其实男生女生都可以说是大军压境，而且都带走了不错的一个成绩啊。当然，排球还是要有身材，不过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啊，这个泰国虽然说个头不高，可是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在比赛当中去寻求一个突破之道啊。是，那我觉得这场球赛来说，技术面的部分，当然澳洲这边他们有很好的一个身材条件，但是泰国队虽然身材没有像澳洲队这么高大，但是他们持续的在找出这个对付澳洲队的方式，包含说用很多的这个前区的小球，或者是放到比较远的地方，让澳洲队这种人高马大的这个身材可以去做更多的扑球、救球，然后去减弱他们修正起来的这个攻击力的这样的球，然后他们再来找出机会，做出很适当的一个防守反击哦。那只是比较可惜，真的有时候在网上的争球，这个就是很现实的哦。高大球员就还是有他的优势啊。是，所以说你非得要用你的防守打到让对手攻击的时候会产生一些莫名的恐惧，是，那才会出现比较多，比如说攻击方面想要强攻，还是真的硬要转而发生的失误。要不然，如果你让这个澳洲这样的身材没有太大的压力，哦，每个球就打起来就特别的顺手。对，但是这一队澳洲队呢，如果要走得更远的话，他们在各方面的这个失误还有整个的一个处理球的细腻度上面要更加的再精进一点啊。好，我们今天还是要恭喜这个澳洲的组合。那接下来在整个女子的金牌战当中啊，2个澳洲的队伍包含了Fairs 跟Johnson 要面对的是 Fleming 还有是 Miludilovic。那这一场比赛待会会来进行女子的金牌战。那今天要再度谢谢在我身旁的洪青这几天角色相当的这个多元那也负责整个现场的播报，还有整个很多沟通的事宜。那也要让洪青跟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看到哇，沙排确实是好看，可是也真的是谢谢大家的这个努力了啊。好，我们在这场比赛转播之后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也谢谢洪青，也谢谢您的收看，下一场球再见了，拜拜。谢谢志明哥，谢谢大家，拜拜。
欢迎所有观众，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个2024年的台中银行亚洲的沙滩排球公开赛的一个现场。我们在26号在在这个桃园的大园，那马上要来看的是女生的冠军战。那这等于是一个澳洲的内战啊，两个组合，菲尔斯跟Johnson 要面对的是 Fleming， 还有加上Mladenovic， 那都是来自澳洲。这次的4强的名单当中，除了一组的泰国之外，澳洲的3个组合都打进到了最后4强。那稍早的铜牌战呢 ，Phillips 跟 Archer 也是澳洲的组合，是拿下了铜牌。那现在就看看，到底谁第一谁第二？那现场是邀请到了也是中华队的教练辜乃涵来到我们的现场。所以有时候看到澳洲的这种前仆后继，这么多年轻的这个选手啊，这有时候想想真的是。这新陈代谢的速度，其实澳洲好像对沙排的投入真的是还蛮直接的哦。是的，他们还蛮多人口都喜欢打这个沙滩排球。对啊。所以说，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也看到澳洲不管是男生女生啊，在这次是大军压境啊，那都有不错的一个表现跟展现啊。那在过程当中啊，澳洲虽然说我们在过程当中也曾经击败过澳洲，可是就是那个长远的一关一关啊，关键的战役上来讲，澳洲还是能够顶得住哦。对，身高优势相对的体能上应该也不错。而且从这个年龄的分布来讲啊，相当的年轻，而且也可以看得出来，澳洲在整个培养沙排的整个人选上来讲，就是很早就做了一个室内跟整个沙排的一个分流了。没错。澳洲一队 Australia One，Number One Steven Fayes。好，来看看澳洲的一队是 Fayes， 还有 Johnson， 这是在镜头的上面的这2位啊。Fleming 是整个澳洲的2队的1号球员 Mladenovic， 这从这个名字来看，他应该是东欧人的。整个这个血统啊，那他的个头更高啊。那刚刚也聊到，其实他们在组合上也常常做一些调整哦。对，他们也会有时候会透过比赛，然后去做搭档的交换，找出最适合的战略。好，这等于是一场澳洲的内战啊。那到底谁能够夺下最后的冠军？那现在进入到了眼帘的是在镜头右边的是 Fayes 跟Johnson。那镜头左边的是 Fleming 跟 Mladenovic， 好，要由 Fleming 来先发球。送后场，顶起来，好球。这个修正呢，离网子稍微近了一点啊，想要往对方的场区，你可以看到在整个高度上。Mladenovic 确实会给对手蛮大的威胁哦。没错，身材很高。Fleming 这拿下第1分，直接突破，好球。Fayes 的整个观察力很好，而且这个出手的一个稳定性也算起来，这几天看起来也是相当的高啊。对，落点打得也很漂亮。Fayes 的发球，这球完全是平冲，好球，直接的发球得分。再给，一样啊，在网口上的一个出手 ，Mladenovic 的整个出手，这个没有包到球啊。对。球点太高了。3-1。压线，好球。这一样用推的哦。对。刚好是压个外侧啊。救回来，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可惜了。Johnson 的整个接球，这球没有接稳。还是给他。
哇，就直接都是突破，就直接处理掉了哦。对啊，第一颗接的位置都刚好在中间，所以还蛮适合打突破的。嗯哼 ，AS 的整个直接的攻击，这分拿到4-3。两边应该对彼此都相当的熟悉了哦。对。好，江神要继续来发球，还是没有接好，还是没有接好，还好。好球！哇，很聪明，很聪明！哇，这球救得漂亮啊！虚惊一场。这第一时间呢 ，Fies 的整个球其实也没垫好哦。对，但他很冷静的去处理这颗球。5-3。哇，这球过头了。这边现在风势虽然说没那么大，可是这个球还是飘得过头。4-5。Framing 的发球。可惜了。还是接球啊！现在你看到整个的接球的一个锁定啊，现在几乎球都是发给 Framing， 也都发的比较长、比较深，去压迫到他，效果不错哦。5-7。Udilovic。啊，要往后面顶，这球力量就完全是来不及了。你只要稍微破坏对方的阵型，让对方在整个加速呢有点赶着球要追打，那个力量的拿捏就会差蛮多的哦。对，这也考验球员的冷静度跟控球能力。是。都直接打突破哦，只要这个球顶高啊，你可以看到 Fies 的整个出手的精准度相当的高哦。对，而且还蛮有时间能做选择的。而且他又是个左撇子，所以那个方向对他来讲是刚刚好哦。对。8-6。也没接好。哇，好球，好球！好球！修正之外了，就是这个出手的拿捏分寸啊。7-8。哦，这就直接是打到标志杆了啊！对方的拦网其实有压迫到他。8-8。Framing。哇，这球发的真的很偏啊！好球！哦，修正的漂亮啊！哇，你可以看到，在 Fies 的整个跑动的机动性啊，跟那个对球的那个整个修正的掌握度啊。原本把不好的球修正变成好球。对啊，而且让他的队友很好打哦。对。9-8。短球。啊，这个想要掉也是有跟啊。Johnson 这个球有跟。Udilovic 的球完全被对方节奏给掌握住了，10-8。偏掉了。他们在整个发球的策略上就是不断的加压哈。对，而且都会朝外侧去发，然后再往中间。是。好球！
这球几球都做得很顺哦，对，节奏都很好，掌握的不错。11-9，江森的发球。哇，有，也是一样，也是一个大锤啊，高打点。两边的这个基本都差不多。好，我们来看现在记录暂停。Pretty low line. Yeah. Yeah, they're all about one over and then the one cross shot. And then that swing. Yeah. Yeah. And then arrows drop. I like the service, like we're making pressure on the serve. If so your I pass think is the like arrows are pretty okay. tight and you don't really have time to work the ball, if you've got any tips up back, so then remember that a little bit more like your side though. Slowness Yeah. is actually good. Giving you some lift. Now let's go. Yeah. 这两边实力相当，而且对彼此的熟悉度也高。而且刚刚跟个男，我们也看到，就他们重点还在于说，就算接球接的没那么顺，可是他们下一个修正的一个角度跟拿捏的分寸，也都能够把这个本来看起来是弱势的地方变作优势哦。对，哇，撸着的好球啊！这突然间的改变出手的一个策略。哇，真的用掌根慢慢把它磨过去啊。对， 12-10。哇，聪明啊！就大家对的那个修正跟那个整个出手的空间感都很好啊。对，都能够放到那种边边角角。对，我觉得他们的修正球都会有目的，就是要往里面，因为他人高嘛。嗯。哦，这个球可惜了 ，Mudinovic 的发球出界，压得不够平啊。13-11。哇，这球完全没办法哦，这个就真的是最好的突破的时机啊！对，哇，这个球 ，Framing 这完全让 Mudinovic 可以充分的发挥他身材的高度啊！没错。12-13。哇，打斜线，这球就可惜了，捞不回来了。就维持这么1-2分的一个落差啊。嗯。14-12。再来个突破，一定的啊！哦，这种球都接的真恰到好处。对。现在就要看谁防守反攻能取得分数，才可以领先。好，打一个 touch， 好球。很难想象他才19岁，但就很成熟、很冷静。是，对，在整个攻击的这种相对的位置啦，该怎么样用手法，其实都已经有相当的把握度了。对，他你看那个 Fes 在整个出手不太会失误哦。对，而且对澳洲第二队几乎都是发给他的搭档。是，强神的发球。哦，这球救得漂亮！再来啊！这个稍微顿呆了一下下，哇，手拦网。对，这个球其实你看刚刚这球其实救得很漂亮啊。对。哇，拦网的那个企图心还是很强哦。嗯。
这反倒让 Mladenovic 有一点点慢的半拍。好，现在 Fleming 跟 Mladenovic 这边呢喊了一个暂停，分数从原本1分2分的差距，现在少达3分的落差。对， You got to dig, he'll dig. 就真的是因为两边都有基本的功夫，那基本的一些技巧，那就是真的是那种小细节的部分啊。嗯， Come on, defense point at a time. 如果是身材优势的话，应该是澳洲2会比较对，好像好一点点啊。 So either it's going to go shorter, or I'm going to catch it a little bit deeper. Yeah. Otherwise, that middle, we haven't peppered it too much. Yeah, true. See if you can get the other side. 不，重点还是一些需要有一些细腻度跟一些反应的速度上的比较了啊。看起来最起码这样子两边打起来，好像这个身材并没有一边有绝对的优势存在啊。16比13 ，Johnson 要继续发。好球！突然间力量放掉，可是角度其实已经完全掌握了。从高点加速撸这颗球。嗯。14比16。Fleming 也是哇，这球也很聪明啊，好球！让你这个拦网的够不着，后面要扑上来救球也慢半拍。哇，对那个球的掌握真的是有他的能耐啊。嗯，而且核心撑住的力量再去控制，真的很强。嗯，看那个动作，大家觉得好像轻松撸，其实很难，对不对？对。小球救到，哇，再来。哇，好球，好球，好哦！这个加速就来得很及时啊。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澳洲这两个队伍在打那个快跟慢之间哦，什么时候该怎么去处理，这都是很多的技巧在里面哦。嗯，经验的累积。嗯。15比17。哇，重心没站稳，这球来不及。掉到沙子里吗？对，可能刚好有洞，有一个洞。对，这个没办法吧？这个就没办法。对，就是自己的失误。那边洞应该都自己挖出来的，对，应该没有土拨鼠了，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好，追上1分哦，16比17。啊，这个突破被识破，哇，这个高度。Mladenovic 这个拦网来得及时，现在把3分的差距给补回来的。现在 Reyes 跟Johnson 喊暂停，17比17。所以说两边对彼此的一个熟悉度实在太高了。不过刚刚可不可以这样讲？真正家己去有耍规掉啊，有那一点的味道啊。对。刚好一个不小心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就造成很多分，一下2、3分就跑。对，这原本看起来那个气势都在啊，没想到刚刚被沙子绊了一下，哇，这整个气就被对方给扭转的过去了。好，一度的差距到3分，现在又完全扳平了，17比17。在冠军赛的第1局啊，就打的是难分难解啊。哇，这个球发球很有威胁性。对，直线就到，还有。聪明！哇，这个出手真的是哦，掌握度相当的高啊。出手其实很快啊，出手相当的快。而且他有看到拦网的手。其实简单讲，打得很聪明啊，简单讲。对。
18-17。哇，这就放掉，判断正确，球出界。18-18。对角救得漂亮，哇，真的就是高度有啊！哇，这个球真的是 Flaming 救的真漂亮，而且在往前的 Nudilovic 的高度，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占优势了。对，在后半段的时候，其实防守反攻真的很重要。19-18。好球，强攻。敢挡哦，对，因为我觉得 Johnson 他是看到2只手，他其实是打开的，所以他是往他的手中间走。对。讲在你看他们在修正哦，那个整个修正那个稳定度相当的高哎哦，都很到位。对啊。就是每个修正都让他的队友在整个攻击上有比较多的选择机会了，不是被迫出手了。对，20-19。哎呦，这就抓丢，这个球做的有点短了，有点危险了。不过拦网出界，20-20。哦，今天做料今天有碎了哈，真的修正的真漂亮。对。哇，这个其实用低手垫能够垫得这么准哦。而且还是背举。对，背举，而且这个球又有高度，位置也刚好。对。21-20，澳洲2队的一个局点。好球哎！哇，也是一样啊，都有办法让他的队友能够打出他想要的角度啊。对，几乎修正起来都是会往中间。是。21-21。菲尔斯的发球。还是不失误。球。哦，强攻，这分拿到。22-21。什么时候该加速，什么时候该吊球，这分得清清楚楚的。对啊，而且我也看不出来他最后选择他的手腕要去往哪里。呀，不知道他是这个球要往斜线重扣，对不对？看不太出来。22-21。好，机会来了，还有，哇，这个球拦啊，这球扣杀出界 ，Bass 跟 Johnson 第一局先是23-21给拿下。
on the foreplay so far, Georgia said exactly. See what happens when she's off the net if you stay, and just choose one side, and then really down that line. Yeah. I'll give you the tab thing for the Yeah. Okay. If we call. 我们在桃园的这个大园的沙滩排球场内啊，看到了2024年的台中银行国际沙滩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的一个决赛。今天在此刻看到的是整个女子组的一个冠军战。那第一局啊，两个澳洲的队伍打的是难分难解，最后是23-21啊。Fair's 跟Johnson， 那也是这个最后就看谁失误在那个关键分能够稳定下来。是的，那两边其实第一局都有机会啊。对。好，现在要进入到第二局啊。镜头上是菲尔斯，他们在第一局是先23-21拿下，第二局第一分。哇，真的修正的都很稳的哦，怎么有办法都每个球都修正的加碎掉？你看这个球让他的队友多好打，对不对？垂直一个点。对啊。哇，这个球高度不够啊！这个球高度不够，直接真的就让 Milutinovic 给拉了下来啊！这是一个漂亮的拦网。想要发一个边角，可惜了。Fleming 的整个发球偏掉，1-2。哦，高度的优势哦，哦，真的是高度的优势。哇，这个球接的真好啊！就他们两个，就是两个人的接球都让他的队友打得很舒服哦。没错，都有时间能选择。呀。球也是直接的强扣，造成了拦网出界。哇，这球也算是运气好，直接触到了网袋，这还是给弹了进去。4-2。机会。靠网了。哇，还是够快啊！你看整个爆发力上去的速度够快，所以说还是有这个主动权来做吊球哦。对，虽然靠网。所以说我刚刚乃涵也聊到，就是说他们的核心的力量真的都很够，所以说他们在做动作的时候，那个整个身体的那个重心都能够抓得很稳，对不对？对，没错。所以说看起来每个动作都做得很轻松，可是其实就是那个真的就是核心真的要够强啊。对。还是走这个角，这球压线，再1分。Lucky ball。哇，这个第二局有点分数给拉开哦，6-2。好球！好球，还是一个推扣的动作。3-6。哇，真的是现在到了第二局开始，这个拦网，你可以看得出来 ，Milutinovic 的优势慢慢出来了。对，而且节奏抓得很好。真的，你这个球只要是靠网太近，你看他那个几乎已经过到手肘了。对。
将整个路线包死。是。哇，再翻一个！哇，这个第2局啊，澳洲2队也运气也太好了，这已经是第2分了。短，这球来不及。Johnson 最后改变了一个出手的一个节奏。4比8。好球！再来。哇哇哇！接过头。啊，空档这完全。菲耶斯看得清清楚楚哦，对，所以一样啦，都是一些细腻的小地方啊。刚刚这个接球一个闪神，马上机会就让给了澳洲1队了。5比8，再一个，好球！哎，有防备。哇，真的是。追球啊，追的真的是来不及啊！那也很厉害，因为这颗球速度向前速度太快了，是，他也能及时的去碰到，只是可惜没有勾到球。所以一方面就是反应的速度够快，那个爆发力也有，而且彼此都也会用出声音来提醒自己的队友啊。9比5 ，Framing 的发球。哇，想要走直线还是稍微太偏了一些。真的都会往人的外侧去发球前置。没接好，这球接喷了。Milinovic 的一个接球失误。澳洲1再追上1分，7比9。啊，可惜了，没有顶起来。不过这防守的站位还是判断的很准哦。对。不过真的哦，他们的这个举球真的举得真的好舒服哦。可以让攻击手能流畅的去做选择。发球，这球可惜了。8比10。哇，又没接好哦！中半段这2次的接球的失误。把原本的领先的分数，现在又让对方给逼近了啊！哇，从这个高速的摄影机里面拍得出来，那个球的浮动的飘动的一个方式很明显的。哦，再是一个高手举球的失误啊！这失误是接二连三的来呀！要赶快止血了。哦喽，春。3分的领先没去了，10比10。过头，啊，往对方的手上压吗？没有，这球直接出界，哇，连丢4分呢。进入暂停。Yeah, maybe we can try to do a bit of that from both of us, finding her and then just moving her around from there. Good server opener, side out and defense. Good, like just missing the weird points, like net dribbles and stuff. Yeah, that's fine. We just move on, we keep playing. And the points that we're earning are like solid points. Yeah, we're playing nice solid. Yeah, agreed. So let's just keep it up. Yeah. I'll keep time on my pass so that you've always got that 2-ball option. Yeah. Watch them as it near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set. They might change to you for the sneakers. I'm ready.
好的，这场女子组的冠军战，两边都是来自澳洲。那现在的整个战况啊，这个第二局原本啊2队一度领先到达3分，可是呢，接连几次在接球方面的失误啊，跟举球方面的失误接连的发生，从原本的10比7的领先，到现在反倒是11比10，4分落后。啊，对不起，1分落后，被对手连追的4分。好，看看记录暂停过后。没问题。这分抢回来，11比11。虽然可能接得比较开、比较高，但修正球进去还是能做出手。嗯。直线有防备，好，这球压过去，有。哇，这个球还是应该是我们看到这个球，直接判定是直接是出界了啊、哦。对。好，这个拦网出界之后，12比11。哇，这几球真的都发得很平啊！嗯，机会，哇，真的是高啊，真的是高啊！就算是丢出位，这个角度还是蛮锐利的哦。对，拦网 ，Johnson 的拦网可能要再慢一点。嗯，太早跳了，太早跳了 ，timing 不对啊。13比11啊！哦，这是一个漂亮的拦网，再一分没错，现在应该14比11。哇，这个拦网漂亮，有抓到 Johnson 的惯性。呀，现在看到的是菲斯跟 Johnson 再是喊暂停啊，分数突然间又被对手给留出了3分的空间。哇，这个中半段的变化其实还蛮快的，从原本领先3分到对方连拿4分，现在又是连追的4分回来。对，我觉得沙滩排球的分数变化真的很快。嗯。连续4天，其实老天也蛮帮忙的、哦。那当然热了，可是最起码天后的状况其实就蛮像是打沙滩排球的这个气候了啊、哦。冠军赛的第2局，那第1局是算是草绿色上衣的这个澳洲1啊，镜头右边的澳洲1，他们是23比21先拿下。现在第2局，现在中半段，澳洲2现在14比11领先。哦，又被抓到，又被抓到！哇，真的是 Milutinovic 连接了2次漂亮的拦网。好球！哇，真的是高啊，真的是高啊！铜墙铁壁啊，手又伸得够直啊。对。15比11。球，往后顶，好球，改变一个出手的一个节奏跟方向。对，有时候我们在攻击的时候会想要等拦网的高度出来，可是有时候就会影响自己的出手时间。嗯。好球！哇，救得漂亮！啊，可惜可惜，忙中出错啊！这个球没有包到球。哇，这个球想要节奏打快一点点，没不菜吧？这个球救得真漂亮。对，身体已经延展到一个极致。嗯。可能他想要打一个比较再更斜。对他想要打一个真的是一个斜线的一个小角了啊。16比12。Milutinovic 的发球。
想要强攻啊，没有顶起来。13比16。啊，这个出手还是看起来是有点犹豫了哦。对。好，现在看到了这边 ，Framing 跟Milutilovic 也是喊了一个暂停，尽管领先还是有一些小幅度，分数也被对手给追上，稍微喘一下啊。这第一局也是打到了延长23-21，这第二局尽管两边中半段都有互相领先，可是到此刻讲实在，我想两边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哦，还是要看后面的整个临场的稳定度。看谁失误的最少。One at a time here. Yeah, very good. 女子组的冠军战，冠军能够有2500块美金的奖金，亚军是2000块。哇，这球没接好，看能不能救回来，可以。放短，小球再救一个，有。哇，真的是这球放掉过头了。哇，这个球硬要往后场送，可是力量还是稍微大了一点，现在分数又紧张了。我接连几个扑救啊 ，Framing 这几球其实救的是蛮漂亮的。对。现在只差1分，15比16。哇，也是一个漂亮的拦网，这球 Johnson 漂亮的拦网，分数又给追平了，16比16。分数很快就会追回来。真的。啊，被警告，被举一张黄牌。刚刚他回去是要喷水还是喝水？因为他可能嘴巴有进到沙，然后他就直接漱了口，对，过来漱口，没有意识跟裁判讲说。他应该先要跟裁判打个招呼的，对不对？对。他规则上来，他不能够回去喝水嘛，对不对？他是因为漱口跟漱口。喝水。对对，所以还是要跟裁判讲清楚他要干什么，对不对？不然可能会判一个延误比赛了。对，好球，修正。哎呀呀呀！这球要请一裁下去看一下落点，哇，这个太关键了。真的。好，现在关键的这一分。好，确定是出界，17比16。有。球。哇，送直线，这2分的差距，现在反倒澳洲一啊，又是超前了。防守后的举球真的很稳。18比16。哇，机会是出现，可惜自己的失误啊。对。哇，这几个失误来的是有点吓人啊！现在连丢3分啊。哇，现在有点泄气啊！你可以看到整个肢体语言上啊 ，Framing 的整个动作真的是蛮泄气的哦。对。哇，现在他们落后3分了。Fayez 跟 Johnson 现在19比16，他们第一局是23-21拿下。
再是幸运球，再来一个，现在20-16，冠军点了。哇，突如其来的这连4分啊！哇，起降，有这分先拿到，17-20。放短球，这个球界内，比赛结束，21-17。我们也恭喜来自澳洲的这个澳洲一菲尔斯跟 Johnson 最后是直落2击败了同样来自澳洲的 Fleming 跟Mutilovic， 拿下了2024年的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女子组的冠军。那澳洲现在今年真的是包办了冠亚军3个席次啊！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Side out didn't suck, but the way that you just went another level with the defense to earn the points that we got. So like I think that is like even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when you're like, all right, like we're getting these points, like what are we gonna do? Like fucking drop weight. Yeah. So good. I think as long as we like focus on our intuition, and like set up the play, so like my brain isn't like, oh my god, I have so many options. Play so free because you're so right. Like the one that I got super blocked on the Sayana was like everything in me wanted. 哇，你真的在镜头上，这2位选手很有意思。他们在比赛完之后开始在讨论整个球赛过程的一些状况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跟成长。没错。那也把刚刚的一些状况，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跟解除，跟某几个 point 点上。马上做彼此的一个分享，那这样也可以增加他们的默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交流，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就是很好的交流跟沟通。哇，今天真的是看到一场高水准的比赛。当然了，不管输赢其实两边都有相当的实力。那最后的这个差距就这么一点点，不过你也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后头就是说所谓的4个字要怎么样做到临危不乱。对，那你总是会有一个高低潮，总是会有一个乱流。可是你要花多少时间，跟你要怎么样去平静你自己的心情，而能够稳定的再做下一个动作对，所以我觉得澳洲第一队其实他们有做到这个，虽然有点小小的乱流，但是他们能快速的去调整。对。好，我们要再度恭喜在镜头上的这位菲尔斯跟他的搭档 Johnson 拿下了女子组的一个冠军，2500块的奖金，那亚军有2000块。当然，今天要谢谢在我身旁的乃涵跟我们分享，也看到了一场精彩的好戏。待会还有男子组的冠军赛，那男子组的冠军赛呢是澳洲面对泰国。当然，泰国的部分那讲实在话，如果从这2天来看常常在那种几乎你看到已经要输球的那种关键点上，他们总是能够撑住，那让对手先发生失误。那当然今天面对像Pierce 跟 Pass 他们的这个强攻怎么守呢？我们待会可以来好好的见证一下好，那再度谢谢顾乃涵的整个奖评，也谢谢观众的收看。我们下一场男子的冠军战再见，拜拜。
欢迎所有喜爱沙排的观众，跟我们一起来到了2024年的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的现场。我们在桃园的大园，那马上来看的是男子组的冠军战。那今年的整个4强到了季军，到了冠军都是泰国出战澳洲。泰国的这一次的这个搭档啊 ，Pisak 跟Pravi， 那要面对的是澳洲的这个 Pierce 跟Bose。那这个签表上来看呢，到达了最后的4强，2个澳洲，2个泰国。在整个铜牌战的部分呢，是由澳洲击败了泰国，拿下了这个第3。那金牌战的部分，谁能够抢下这2500块的这个奖金？不知道。那现场是邀请到了这个乃涵来跟我们一起看球。男生的比赛，尤其到了这样的一个最后的这个决战。还是能够看到泰国这样的个头不见得高，可是防守功夫相当的扎实啊。所以说，其实这几年泰国确实沙排发展的还蛮有这个成效的哦。对，而且他们的体能都相当的饱。这个讲到体能相当的饱，今天我们真的要来好好来看一下，他们在整个体能上的那个爆发力啦，那个防守的一个补位的那个速度哦，跟那个攻守转换的能力，这可能还真的会是。面对这种大常人澳洲的这种高打点啊，他们能够做到几分？那这会是这个输赢的关键哦。好，我们现在来看看两边的一个今天的一个阵容啊，跟整个出场的介绍。阿米尔·后登沙迪是来自伊朗的这个第一裁判。第二裁判的 second referee is Mr. 谢天华是来自我们台湾的裁判。为您介绍双方球队阵容 ：Presentation of the player。泰国队 Team Thailand Number 1 Pisa。好，皮萨。Pravi。澳洲队。那皮萨主要是拦网 ，Pravi 主要是后防的防守哦。对。Number 2 Defendant Pass。好，来看 Pierce 跟 Pass 这2个人都是。差不多是2米的常人了哈，哇，这个澳洲很难找到矮的了啊，都是这种高高瘦瘦的啊。对，冠军战谁能够夺得最后的这个胜利？现场的温度其实还 OK，31度，相对湿度高一些。风势今天没有特别的大啊，不过风有的时候会突然间的一个小乱流。对。好，要由 Pravi 的现在发球，第1分，哇，直接来一个跳发，可惜了。早上的比赛其实也是啊，泰国的组合原本是落后，可是真的是坚强的防守打到整个澳洲不断的失误啊。是的。炮子的发球。哇，也是直接过头了。2个人的第一个跳发，一个是没进，一个是过头。好，轮到皮萨。直线这就被拦下来。哇，这没办法，没办法，这种球不拦的话，真的温系了啊！那个角度实在太大了哦。他的那个击球点几乎在网子上面几粒啊！对，非常高，非常高啊！顶到后面，聪明啊！这球也是刚刚好啊！很冷静的处理球呀。哇！讲实在话，这个沙排跟室内其实一样啊。这个男生的网高还是2.43米，所以你看他那个攻击点啊，真的都，当然1米上是比较夸张，可是差不多可以到差不多3.2米，这个点应该是跑不掉啊。哇，这个发球可惜了，还是没能够掌握住。两边都想要用发球去破坏他们的一波。呀。
哇，又是一个高打点。大家可以看到，网子2.43米嘛，那个整个标志杆来讲，在网子上面有8格，对，一格是10公分，所以就等于说你就去看都差不多2.43米往上加，如果是在那个标志杆最上面，差不多稍微3.2米左右。对，而且还在沙子上，对，还在沙子上面跳啊，这跟在室内跳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好，放慢，这球救到，高举，还是高打啊！这个很清楚的一个攻击模式啊。有身高的优势。长得高又会跳啊，所以说就有这个加成的效果啊。5-3。好，手背这时候看准了对方往后退之后，这球来一样一个推扣的动作啊，那打的是落点。对，4-5。哇！如果没有风的话，当然对澳洲来讲会更好打啊。对。你非得在发球要给澳洲一些压，要不然他打得太顺了哦。没错。6-4。哇，这个两边在垫高机啊。哇，这球也是拉得相当的高哦。对。好，放慢节奏，救得漂亮，来了来了。哇，这球也扑，再扑，好球。啊！这一球扑得这么漂亮，最后的出手发生了失误啊！哇，所以说这跟这种大长人打球也是要提防，这球根本就不可能救得到，他还是扑得到啊。对，因为他身高够高，所以他是一步出去。哇，慢慢有一些所谓的地板动作出现了啊。对。哇，哦，这球动作稍微慢了，可是还是有。完了。这个球今天要助戏，没办法。只要靠网，其实澳洲队都会比较选择是强攻。7-6。短球扑起来，漂亮，还有，哇，没办法，这球过去了，过去了。哇，不过这个沙排好看，就是男生开始的时候，当他的这个能力强的时候，哇，这能够涵盖的面积实在很大啊。对。相对的前面的篮网够高，所以后面在判断的时候，其实也会比较容易，稍微容易一点。是。可以把某些选项给排除了啊，因为篮网确实能够封阻掉一些路线了啊。7-7。哦，这球硬要往旁边撇，可惜了。华币在整个发球的部分出界啊。8-7。Pose 的发球。哇，也是啊，真的是啊，开网球照 K 哦。我觉得是泰国队他没有刻意把球垫得很靠网，对，所以他们可以选择的路线可以稍微广一点。是。第3个的发球。直线，这球突然间力量缩掉，也有它的效果哦。这个球如果硬打的话，真的就比较容易出界哦。对。角度还是相当的大啊，9-8。哦，这球也是偏掉，挑战。好，要来看这个球的落点。
这现场要跟着过来啊，确认那个落点啊。对，没错，出界。哇！啊，拦到了，这球抓到了，离网靠网近，这还是抓得到啊。对，他在那个泰国的拦网者，他在空中还有在做延展。哇，这球也是跳得相当的高啊。哇，比萨这球是完全抓到啊。好球！这球有。还有，哇，是哦，好球！哇，真的是防守的功夫一流的哦。泰国队的后防真的还蛮冷静的。对，而且就真的是能力是强的，能力是强的。哇，高度这真的是啊，这个球已经过头了，不过真的是硬是用身材的高度把这个球压回去哦。对，那这分也让澳洲给拿到，现在技术暂停。撞得夠，坐會搭的，咪靠真係我。好，这场冠军赛其实看得出来，澳洲有身材的优势，可是，在整个防守的功夫上，其实泰国队真的是毫不含糊啊。对，目前是澳洲10比11分落后。实现这球追到最后，完全 Pierce 看到这个球的落地之后的一个这个落点啊。其实泰国他们真的很栽培沙滩排球这块项目，所以其实这2位选手他们也蛮常去打世界的比赛。是。对。好，这个确定是出界啊，11比11。好球。有。再来，哇，这就有点身材球了，一根狼一根菜鸡比啊！这个球在头顶上了，对，没有跳好。对，切进去的角度跟球的位置其实已经不是那么的顺了啊。澳洲连拿2分，现在反倒是12比11超前。哇，这球可惜了，单手顶是顶起来，可是球的方向还是往后喷掉哦。其实有一些看这些常人，其实没有什么反应慢的问题啊。对，都很协调。对，而且速度都很快，12比12。真的是高空作战。拉高球点，对 ，pose 的整个击球还是拉得很高啊，这完全不怕你拦。其实斜线已经被顾到了，可是没有办法，还是从你的手指头给喷出去啊。好球！出界，啊，这就多了一点点出界。
哇，这阵子澳洲队的整个拦网跟这个防守啊，再加上泰国自己的失误，现在又让澳洲取得2分的领先，14比12。短球，斜线，这球扑到有，哇，再来，直接打掉了啦啊！这球哦，过网击球，哇，这球真的急了哦。对，哇，这球其实救的相当漂亮。是的。 13比14，哇，这个飘出界，飘出界。好，现在15比13，双方换边。这冠军赛的第1局，中间有来有往，那澳洲现在维持小幅的领先，2分差。轮到了 BOSS 的发球。 好球，好球！算有一点开网，对，但还是能切扣。对，而且很敢打哦，敢出手，毫不犹豫啊。14比15，哇，这发球还是多了哦。好，到第1局的后面是几分了？那还是要看哪一边的稳定度高一些啊，差2分。 皮尔斯的发球，哇，这个打这个大斜线，其实你看他这几个开网球的整个进攻的那个企图心哦，对，而且这个球都包得很扎实啊，弹速起来出手很果断呀，而且奖赛他也跳得蛮高的了哦，15比16。 哇，这条我懂，这是这个欧美球队有这样的身材优势，打这种突破真的让你防不胜防啊！是的。哇，这个球发到太平洋了，没有包到，没有包到，这是很明显的是完全没有包到。 就来不及，突然间放短，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发球的变化，得分。哦，看得很清楚对方的站位啊，做了一个整个发球的一个变化，果然达到他要的效果。马上分数都追平了。17比17。哇，真的是没办法，这种球真的是世界的潮流了啊！对，第一球顶起来，只要高度够就直接扣了，没有在1、2、3的了。对，刚好泰国队的拦网也是从后场发球上去，其实就会慢，来不及了。18比17。好球哎！其实到目前为止，整个强扣的节奏感跟整个攻击的整个稳定度都很不错哦。对。现在 Brabi 这一分也是帮泰国再给抢回，18比18。哦，这就没接好，可以打。哇，这个球攻守转换，其实澳洲队已经攻得不错，不过泰国的防守扎实，反攻的角度拿捏更是没有任何的犹豫啊。对。好，现在澳洲喊暂停，目前19比18是泰国领先啊，真的很精彩。哇，真的是这个基本功够扎实，就真的很敢打哦。对。这力量是完全没有收的。
而且刚刚澳洲队其实那个修正球很漂亮。对，已经打得很漂亮了哦，球有包的，又有速度，又有这个旋转度哦。短暂的整个暂停啊，看看冷静一下啊。Pierce 跟 Bose 在这一路打上来，其实就是有他的那个制空权啊，相当高的一个战力啊，而且防守的功夫也不错。19-18 ，Pravid 发球。好球！哦，这球拦到了，再一分，20-18。哇，这个球手打得有点软啊。基本上一开始开赛的时候，他们都是发澳洲的1号，然后后面才改了，就连得2分。哇，在压力的情况之下，这球直接是包出了界，21-18。泰国后来居上，拿下了第1局。Yeah, I'm not exerting any pressure at all. Like the bloke's slow, huh?好，这场男子组的冠军战啊，泰国在后面的这几波的防守跟整个发球策略的改变，是马上是发生了效果，而且也逼得久攻不下的整个澳洲队在攻击上出现的失误，21-18强拿下了第1局，现在进入到第2局啊。后置的发球。大斜线，好球，好球！哇，其实到目前为止，他们在整个修正这种开网球，两个人的出手都节奏感都很好啊。对，磅数也够重，球速也够快。这个点也真的很敢打哦。还有哦，还有哦。哇，这个反攻的整个企图心跟状况都有所提升啊！哇，这股气一直盯住哦。2-1。高点出手。放慢节奏，好球！突然间做一个出手节奏的改变哦，对，还是有它的效果，相当的聪明啊，也冷静。对 ，Pravid 的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可圈可点哦。有进攻有防守，而且发球也不错。放慢有。这球突如其来，触到了网子，反倒节奏改变。打的澳洲措手不及啊！哇，这个两边的这个气势现在有点不太一样哦。对，泰国两个人默契还蛮好的。是4-2。
有压线啊！这个球刚好在死角哦。好，双方换边。那第一局也是到后面的关键分啊，泰国队的防守奏效，那发球的策略也能够及时的改变，先抢下。哇，其实架球架到就顺的哈，啊，这个攻击也是10拿9稳哦。面临那种澳洲队那么高大拦网，泰国队其实都没有在怕。对，没有在怕，单 call 真的抓不太到了哦。5比3。哇，又被抓到了，想要往直线走，都是被对方识破。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哦。哇，那个整个气，现在的整个两边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那现在反倒这个时间点，澳洲的身材优势已经不见了、哦。对，6比3。啊，这球飘过头。放长，聪明。这个时间点不硬来，突然间也是一个改变节奏的出手方法，还是得到了绝佳的效果。又是一个推扣的动作。好，切角度有。5比7。好球！哇，很准的啊，很准。这个节奏加快，那还是搭配的很好。有时候可能看接球的位置落点在哪里，然后适时做一个战术上的改变。发球的出界啊，还是想要在整个发球上有比较好的一个加压的角度哦。对。6比8，双方换边。啊，这个发球也没掌握到，可惜了。9比6。转直线，这就 touch。好球。好，这阵子比较多的一些手法的变化，没有硬扣了啊。有时候人比较高的时候，他会想要等拦网点，然后变成是把自己的球点降低了。7比9。BOSS 的发球。哇，真的是这个单扣真的完全抓不到了啊，完全抓不到。直接穿越拦网跟防守。而且你看哦，像泰国这2位都有办法扣这个长线，那这个长线本身球又包得扎实，所以那个球的旋转度是够的哦。对。所以球质是重的。是的。好，这球啊，想要打一个高难度，自己的失误啊，现在真的想太多了。真的。现在脑筋里面会有一点点在犹豫，到底要不要用力啊？对。因为前面拦网压迫，其实后面防守也真的很跑得很快，所以造成他的出手一定会有犹豫。是。哇！直接来，直接来。
8比11。哇，这发球也是比较三心二意啊，想要发一个难度啊。对，又是直接的发球出界。因为有时候想要追分的时候，他会风险难免会比较高了。是。而且动作做起来比较没那么果断哦。12比8。巴比这一球也没发进啊。好，进入暂停。这场冠军赛的这个节奏到了第2局，那现在是由泰国在掌控了整个比赛的节奏啊。没错，他们现在的攻击一直是稳定的啊。那反倒是澳洲现在比较多在出手前的一些思考啊，变得比较犹豫不决。这球守得漂亮，没办法了，哇，这球直接。接是救起来了，可是直接救到了网口，又直接被狠狠的给 K 了下来。Pizarro， 你看打出信心了，打顺了，怎么扣都有哦。对。短球。哇，出网了。有，这球还是直接的一个突破，直接处理。10比13。啊，这球没有刀到，哎，有 touch 吗？有 touch， 拦网还是有碰到。从中间。啊，稍微刮到了一点。对。14比10。啊，离网子有点近，靠网了，又离网子有点近，再来，哇，这球没办法了，哇，这几个球都没做好啊，没做好，重点是没做好，啊，没做好的整个攻击的一个先机就没了啊。其实澳洲这几颗球都举得太靠网，都太靠网了。虽然有身材优势，但其实泰国队的拦网是还蛮扎实。是。其实泰国拦网就感觉上是很硬的哈，对，就颠哎啊！哇，这个接球是完全绕高，现在分数完全被拉开了，16比10，澳洲喊暂停，现在分数差距到达6分。对，要追有点困难。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整个策略上了哦。泰国今天在打澳洲的时候，不管从发球的策略、进攻的策略、防守的吊球各方面拦网的策略，其实都锁定得很清楚，而且执行得相当的到位哦。对，只能说澳洲真的太年轻了，所以心脏抗压性还是稍微低了点啊。对，但他们日后一定是非常强的队伍。双方目前的落差到达的有6分，也算是这场比赛最大的一个时刻啊。这是男子的沙排，这个亚洲的一个公开赛当中的冠军战。第1局当中啊，泰国的组合皮萨跟Pavi 21比18先拿下。哇，还是被守住哦，危险！
还是想要拼，还是想要拼这一分出界。那现在分数是17比11，双方再换边。这种节骨眼要追分啊，一定要很沉得住气哦。那个真的是要多少的经验累积哦。真的。17比11。球。拉高打点，12比17，还有5分差。没接好，还有这球有点拉出界，再追1分，13比17。反而这几颗泰国节奏做得有点急。哇，点还是很敢放啊！这个球扑出去，可惜啊，相当的可惜。Pierce 啊，想要救还是慢了半拍，这分让泰国给拿到。18比13了。直线好球。14比18。还是想要发一个边边角角，再是直接的发球出界，又送1分。发球失误太多了。19比14。哇！再是一个扣杀的失误，现在冠军点出现，泰国的皮萨跟Pravi， 再1分就能够拿下了桃园站的冠军。这球守住哦！哇，看到了空档，可惜没放过去。澳洲队再拿1分。15比20，我现在轮到了自己的发球，当然了，发球能不能稳定也是一个关键啊。对，毕竟5分不好做。哇，这球，这球是，要确定，要跟二裁确认，二裁确认有没有 touch 到。好，没有啊，没有 touch 到，没有 touch 到，所以说澳洲再拿1分，16比20。哇，这就差蛮多的了啊，这就差蛮多。对，因为其实打出去的球并没有被改变。对，没有改变那个轨迹。好，现在双方差4分，那在关键时刻上还是冷静一下。那已经是泰国的冠军点了。今年的整个亚洲沙班排球公开赛这个桃园站啊，那从名单上来看呢，像昨天也是一样，关键的2场比赛，泰国对日本，那都有办法在泰国在最后硬是把分数给逆转啊。是的。那到了后头是泰国跟
这一届这个平均身材最好的澳洲，那分别有2组进入到男子的4强。那在铜牌战的部分是澳洲赢球，那现在在金牌战的部分，现在泰国的2位皮萨跟巴维，现在已经是取得了冠军点的机会了。斜线被守住哦。啊，触网了！啊，触网，再1分哦，17比20，还没结束。压力在泰国队的身上，还没结束，3分差，化解了对手2个冠军点了。哇，这分有了，最后的整个攻击拿下了这分。最后这一局21比17，泰国直落2击败了澳洲的组合，拿下了2024的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桃园站的冠军。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所有工作人员不分组别，请尽快协助布置最后闭幕典礼的场地，谢谢。所有的球柱、球网请拆掉，还有阳伞也全部拆掉。有没有？没有做的，把那个阳伞接了一下。好，这一次这个男子组的冠军战啊，泰国的2位比萨跟帕蒂，哇，真的是将士用命，完全无惧对方的大强人攻势啊，防守进攻各个面向都完全有很好的斩获。最后是21比18、21比17，直落2击败了澳洲的年轻小将 Pierce 跟Bowles。这个乃涵你在看，就是说其实沙滩排球来讲，其实对亚洲这种体系还是大有可为哦。对，就是当然，虽然身材矮小，但是你的举球如果不要靠网，其实还是有很多路线可以做选择。对，不过当然我们这样讲的是澳洲高，那泰国好像看起来打得很轻松，可是也不是了，他们的基本功啦、脚步啦、速度啦、爆发力啦，而且体能，对，其实讲到那个字就霸，然后那个攻就霸，所以他有办法在每个球看起来都很轻松。对，而且他们比赛的经验累积在外面的世巡赛在打都有对上高人，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对高拦网其实不会畏惧。是，所以说基本上今天面对整个澳洲的攻击是毫无惧色哦。那所以说直落2也恭喜获得了分站的桃园站的冠军。那澳洲的 Pierce 跟Bowles 是获得了亚军。那澳洲这次也是大丰收，泰国也是大丰收，因为他们都是这个前4强，这主要的2个国家。那当然也期待啊，接下来隔年一样，在台湾还是会举办这个亚洲的沙滩排球公开赛，期待我们的选手也能够继续有好的表现。那这一个过程也真的相当谢谢我们的乃涵，他不仅是来担任讲评，那前几天还要担任整个中华队的教练工作。那也期待我们的沙排能够继续有好的表现。那当然，观众也不要急着走开，在整个赛事结束之后，待会还会有最后的颁奖典礼啊，也会做这个现场的实况转播，让大家能够分享所有选手的喜悦。再度谢谢在我身旁的这个乃涵，也谢谢所有的工作团队。大会真的是连续赛的，我们只是来赛个3、4天，你来的更久，那工作人员来的更久，就是为了把场地给布置到美轮美奂。那当然也谢谢我们所有的直播团队。那今天的转播工作到此要告一段落，再度谢谢在我身旁的顾乃涵，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收看。待会还有颁奖典礼，别忘了我们下一场精彩的赛事再见了，拜拜，拜拜。
有，他们要坐在那里来，同学，那个耙子先拿走，外面那个耙子先收到原来，等他们离开了再来搬队。哦，这里的东西先拿开，耙子送回去，那边还有耙子。好，我们的闭幕颁奖典礼预计在晚间的5点整开始。晚间的5点整开始，请各组确认最后的场部的进度，然后同时也请国际职工4点55分，请将球队带到刚刚我跟各位说的集合地点。我们等一下是先女生组，再男生组。那个耙子不要拿那样子，跟他一样，跟他一样，比较不会受伤。阳伞收了。把这拆掉吧。下楼是小。是啥？Hello everyone, the closing and awarding ceremony will start at 5 p.m. The closing and awarding ceremony will be start at 5 p.m.等一下，负责拿托盘的服务同学哦，女生的服务同学，请尽快到场地这边。好，那我们今天现场莅临非常多关心我们这次沙排赛事的长官及贵宾。那我们现在邀请各位长官贵宾，我们移驾到我们的中央球场的这个颁奖人的座位这边哦。那我们等一下5点整将会进行我们这一次的闭幕颁奖典礼，谢谢。
站哪个位置？我可以站这里吗？这里可以不倒哦。我跑到太阳，这里可以吗？因为我跟那个理想大哥所以比较方便。大哥还有一个优胜队伍进场。跟那个世足赛的那个，那个有要放一个口我也跟你讲。我们请国际裁判老师，我们请我们的裁判委员的代表，我们的 Thomas 老师，请 Thomas 老师尽快到我们的 Center Court。Nobody does it better.
2024年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闭幕暨颁奖典礼开始。2024 AVC Taichung Bank Beach Tour Taoyuan Open closing and awarding ceremony now begin.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现场莅临我们闭幕典礼的典礼嘉宾。首先为各位 ，We are honored to introducing our official and VIP。第一位要介绍的是中华民国排球协会龚建荣理事长 ，Chairman of Chinese Taipei Volleyball Association Mr. 龚建荣。第二位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AVC 技术委员代表 AVC Technical Delegate Mr. Tomoki Kimishima from Japan。接下来为各位介绍 AVC 裁判委员代表 AVC Referee Delegate Mr. Thomas Chang from Hong Kong。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中华民国排球协会黄国光秘书长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Chinese Taipei Volleyball Association Mr. 黄国光。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桃园市议员徐其万议员办公室的郭来全主任。The manager of Taoyuan City Council member。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陈明祥主任，来自我们林正贤议员办公室的主任。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桃园市大园区海口里郑宇成里长 ，The Village of 大园 District of Taoyuan City Mr. 郑宇成。再次感谢所有贵宾的莅临，谢谢。接下来，用你最热情的掌声，一起来欢迎优胜球队女子组进场。Welcome the winning women's team。好，再次用你最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女子组的优胜球队，欢迎他们。好的，那首先要来颁发的是女子组第3名 ，The third place。Congratulations, the team Australia 3。为您邀请颁奖人桃园市议员徐其万议员办公室的郭来全主任来为我们颁发女子组第3名。We invite Mr. Guo Laiquan to present the medal, bouquet, and prize money to the third place, Australia 3. 好，我们谢谢我们的主任，也请主任先行回座休息，谢谢。接下来为各位颁发的是女子组第2名 ，The second place Team Australia 2。为各位邀请颁奖人桃园市议员游吴和议员，桃园 City Council Member Mr. 游吴和。We invite Mr. You He to present the medal, bouquet, and prize money to Australia 2. 好，再次掌声，也欢迎我们的桃园市的游吴和议员亲临现场，来为我们的赛事献上最高的祝福，谢谢。好，最后要来颁发的是女子组的冠军 ，The Champion Australia 1。
为各位邀请颁奖人 ABC 技术委员代表 ABC Technical Delegate Mr. Tomoki Kimishima. We invite Mr. Tomoki Kimishima to present the medal, bouquet, and prize money to Australia 1. Thank you, Mr. Tomoki Kimishima. 好，这时候我们邀请全场的所有的颁奖的嘉宾，我们到前台跟所有女子组的优胜球队拍照。对，男女还要一起，男女还要最高的先不要走。好，我们看向前方的摄影机 ，Look to the camera. Keep your smile. Keep your smile. 好，最后3秒 ，3, 2, 1. OK, thank you. 谢谢。And congratulations again for all the women's team. 好，紧接着继续用你最热情的掌声，一起来欢迎男子组优胜球队进场。Welcome the winning men's team. 首先要来颁发的是男子组第3名 ，the third place. Congratulations, the team Australia 3. 为各位邀请颁奖人，桃园市大园区海口里郑宇成里长来为我们颁奖。The Village of 大园 District of 桃园 City, Mr. 郑宇成 will present the medal, bouquet, and prize money to third place, Australia 3. 好，也谢谢我们的郑宇成里长，谢谢。接下来继续来颁发男子组第2名 ，the second place Team Australia 1。为各位邀请颁奖人 ABC 裁判委员代表 ABC Referee Delegate Mr. Thomas Chang。We invite Thomas Chang to present the medal, bouquet, and prize money to Australia 1.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 ABC 裁判委员代表郑志敏老师，谢谢。Final 男子组冠军 The Champion. Congratulations, Team Thailand 1. 为各位邀请颁奖人中华民国排球协会龚建荣理事长来颁奖。The Chairman of Chinese Taipei Volleyball Association, Mr. 龚建荣 will present the medal, bouquet, and prize money to Thailand 1. 好，谢谢我们的龚建荣理事长，请理事长留步。我们再次邀请所有的颁奖嘉宾来跟我们男子组的优胜球队来进行合影。好，稍后工作人员请引导，我们等一下要有男子组跟女子组的大合照哦，男子组跟女子组的大合照。好，我们看向前方的摄影机
Look to the camera. Same like a women's team. Keep your smile. Keep your smile. Okay, 3, 2, 1. Okay, thank you. And women's team, come together. 好，所有颁奖嘉宾请留步，我们男子组、女子组一起最后大合照。好，看向前方，最后3秒钟 ，3 seconds， 3, 2, 1。OK， thank you everyone。我们的2024年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闭幕暨颁奖典礼正式结束。The end of the closing and awarding ceremony. We appreciate everyone's participation. Goodbye and wish you all the best. Thank you. Bye bye. The final shuttle bus will departure from here at 5:30 p.m. The final shuttle bus will departure from here to hotel at 5.